大家好，10月4日呢，天气虽然炎热哈，但这当初遗址剩下的黑芥蓝菜呢，已经出现叶菜蛾幼虫了。不以为意的主要原因是呢，后院没有种植其他菜类哈，是叶菜蛾要吃的啦。但叶菜蛾的出现呢，却提醒了一件事哈，就是意味着要变天了。十字花科类的冬菜呢，已经时候到了哈，可以轻松种植了。至于这双宝呢，究竟在争什么？他们争的不是权位啊，而是地位啊，就是最凉爽的地方呢与位置呢，简称地位哈。10月14日呢，虽然这残留的黑芥蓝菜呢有被叶菜蛾叮咬的痕迹啊，不过呢，预定采食的是它的茎哈。这倒是不会被咬死啊，只是看起来会比较不美观哈，对于食用并不会有影响啊。移驾到前院采收前呢，这位黑大哥呢 ，Goffy 终于夺取到大位了哈，但姿态马上不同，根本完全不理人哈，一副爽睡的样子。这黑芥蓝菜的高度呢，正常是说可以再高很多啊。不过呢，为了知道家母所说的吃梗是怎么一回事啊，就提早进行采收啊。但一直有个疑问这怎么跟在台南念书时呢，羊肉炒饭加的芥蓝菜长得不一样啊？该不会是台南人才特别这样吃吧？刚好呢，今天有好多从台南回来的家人也都是这样反应啊。明明吃的是叶子，怎么会是吃菜梗？后来呢，终于了解了原因原来这是同一种菜啦，只是要吃菜叶的话呢，就可以种密集一点大约10公分就可以采食吃了。而就算是吃梗的种法呢，感觉可以缩短植株的间距到20公分即可啊。但据说有人硬灌肥的方式呢，可以长到腰的高度啊。看来呢，还有下一步采食叶片的黑芥蓝菜种植影片了。对于这芥蓝菜的结构呢，感觉去年好像有种过后来才知道呢，去年种的是黄芥蓝菜但种子名称是高丽菜花了。接下来呢，是有点绕口的说法放慢速度来说好了。这黑芥蓝的结构呢，其实比较像花椰菜，甚至是用青花笋的结构会更为贴切只是青花笋吃的是梗长出来的小花，而小花又像小青花椰菜，是不是有点绕口？用更简单的说法就是，这很像在吃花椰菜的茎啊。至于采收的方式呢，通常是建议斜切啦。说法是呢，这样做可以防雨水避免下雨时呢，在切口的位置产生积水，然后造成腐烂。至于个人认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呢，这芥蓝菜会在主茎上又长出侧茎啊。当你斜切的时候呢，也可避免切到侧茎啊。这样的采收方式呢，是不是跟那个青花笋采收时的概念很像？感觉差别只是呢，青花笋的长相呢是笋中有笋而这也是一种复制的概念当作物的结构很像的时候呢，不仅在种植上或是采收时常也会有相同之处啦。因此呢，有时候把作物的结构弄清楚种了一个新的作物呢，就可以学到呢类似作物的种植方式而这在玉米笋或玉米豆科或莴苣类呢，也都可以举一反三算是小小分享一下个人的小心得。不然呢，很多作物呢
要搜寻到完整的生长记录并不容易啊。个人也只能尽可能的呢，将种植过程跟大家分享啊。不专业之处尚请见谅。若有建议修正的部分呢，也欢迎去提出避免误导了大家。为了让您看得更清楚特地将上方有侧茎的部位呢一次切除啊。虽然浪费了日后采收的量但这样可以更方便看到底下长出的侧茎。而这样切除采收的过程呢，看到了不少嫩叶因为还不知道家母打算如何料理啦，所以呢就整团带回家再了解一下。另外，对于下方呢有黄叶或接近地面较大的叶片呢，顺道摘除呢，增加通风外呢，也可避免生长蚜虫啊。对于呢内部生长的杂草量呢，其实跟一般自然农法的建议有不同的想法。近日呢会再找个机会在影片中呢进行不同角度思考，进行说明。接下来就是很尴尬的场面了，让人有一种有家归不得的感觉。拿瓦好不容易抢到王位了不过呢我得闪人回家了。他一脸很无奈外呢，不断叫他就是不肯移动他的身躯啊。知道了食用的部位后呢，还真的很好吃哎。第二次的采收呢，就容易顺手多了。另外呢，也可针对叶片呢，原地进行再利用啊。而这水池里呢，有时就明显感觉有在晃动怀疑有大型的动物呢在里面活动只是一直没有看到是什么东东黑芥兰的叶片是阔叶型的阔叶型的叶片呢，通常含有比较多的氮肥先将植株呢间隔处的土壤挖起再次对黑芥兰的底茎进行覆盖这覆土的做法呢，近日呢个人也有一些想法会将想法呢并在大坪成效与引粪肥收集的影片中来呈现。因为采收切除黑芥兰的茎后呢，这修剪下来的叶片呢，刚好就可以直接摆在凹槽处了。除了保湿呢，还可以有馈肥的效果当然呢，也还可以降低呢挖掘过程对蚯蚓与微生物的影响听到这么多的麻雀叫声就可以知道了为何前院连种个结球莴苣在幼苗时呢也得使用防虫网的原因了。谢谢收看。